女孩以为找到了真命天子，却不知道一步步落入对方情感操控的陷阱中。她更不知道自己梦寐以求的童话般爱情，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星河百度。今天的故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，我们来看看情场高端猎人是如何诱捕猎物的，以及这段爱情骗局背后的6种心理操控术。29岁的金发女孩塞西莉，虽然到了妈见愁的年纪，但她一直憧憬着童话般的爱情，所以7年间，她在交友软件 Tinder 上不停地寻找自己的白马王子。这一天，塞西莉跟往常一样刷着 Tinder， 突然看到一个长相帅气、穿着时尚的男生西蒙。通过对方主页的 IG 地址一查，塞西莉看到了更多生活照，名车豪宅，到处旅游，参加各种派对和商业活动，还有很多粉丝。看着这个事业有成又年轻帅气的小伙，塞西莉心动了，这不就是自己要找的白马王子吗？随后，塞西莉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右滑配对，好巧不巧，对方也右滑了，两人配对成功。Tinder 的操作是这样，看到一个人不感兴趣就往左滑，感兴趣就往右滑，如果2个人都右滑就配对成功了。为了维持第一印象的热度，西蒙传来信息，约他在伦敦的一家豪华酒店见面。跟很多网恋的照片不同，塞西莉发现西蒙不仅跟照片上一模一样，而且真人还散发出一种特别的魅力，自己完全被他吸引住了。殊不知，这是西蒙诱骗猎物的第一步，包装自己，打造光环效应。我们在不了解一个人的时候，往往会通过某些特质以偏概全地评价这个人。长得帅气的人，性格应该也不会差，懂得享受的人应该很有能力。西蒙通过豪车、名表、旅游、派对这些照片，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带有光环的人物形象，让塞西莉迅速产生好感。我们看小红书、陌陌上全都是帅哥美女，身边都是普通素人，就是因为他们都开过光。不过对于相亲、面试等重要场合，穿着正式确实能发挥积极的作用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第一印象一旦产生就很难改变了。约会的时候聊的工作，西蒙告诉塞西莉，他是全球最大的钻石制造商 LLD 的 CEO， 父亲是著名的钻石大王，自己也就是钻石王子，妥妥的天花板级别的高富帅。但是太过完美的人往往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，所以西蒙也适当露出了瑕疵和脆弱的一面。他说自己有个2岁的女儿，但是已经跟孩子妈妈分手了，由于工作原因需要经常辗转各地，所以也渴望有个人陪伴。为了增加真实性，约会当天西蒙就邀请塞西莉跟自己一起去保加利亚出差。就这样，塞西莉乘坐着西蒙的劳斯莱斯私人飞机一同前往。这些在偶像剧才会出现的浪漫场景竟然照进了现实，塞西莉的小心脏开始躁动不安。陪同出差的还有西蒙的保镖、前妻和他们2岁的女儿。前妻告诉塞西莉，西蒙是个好男人，即便分手了还一直抚养他们。西蒙的话在前妻这里得到了验证，塞西莉对他的好感也迅速升温。他不知道自己掉入了西蒙的第2步陷阱中，营造真实感，获取信任。跟照片一样的长相，又有高大上的背书，让塞西莉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。而且劳斯莱斯私人飞机也能让他放下防备，人家这么有钱，怎么会骗我那点钱？为了更加真实，西蒙还用到了心理学上的出手效应，就是说太过完美的事物往往让人有距离感，相反有点小瑕疵才更接地气，这样不仅不会影响自己的形象，还能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。于是就有了前妻、孩子这些角色的客串。在保加利亚，2人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。接着就是爱情小说里才会有的情节。塞西莉发现西蒙身上有一些伤痕，西蒙告诉他，钻石生意是非常危险的，自己曾经被人陷害而被关了起来，身上的伤痕就是在监狱里留下的。就在这一刻，塞西莉的心被触动了，她没想到西蒙光鲜亮丽的外表下隐藏着一段不幸的遭遇，于是她决定要用爱拯救这个可怜的男人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高端猎人往往以猎物的身份出现。西蒙的第3步就是适当示弱，加深情感连接。这一步的高明之处在于把对方的心理活动拿捏得死死的。首先，不完美的形象再次加深了真实感，让塞西莉更加信任自己。其次，母性是每个成年女性的心理表现，西蒙恰当的示弱激发了塞西莉母性中强烈的保护欲望，想要为她有所付出。最后，通过小缺陷掩盖大罪恶，一真一假最难拆穿。即便之后西蒙的骗局暴露，塞西莉还是会相信他是被人陷害的，简直吓人诛心。所以男性小伙伴记住了，谈恋爱不能只扮演霸道总裁，还要适当示弱，对方会更愿意付出。由于西蒙业务繁忙，保加利亚一行结束后，西蒙让塞西莉先回伦敦，之后就没再联系他。这里划重点，没再联系。但这段梦幻般的经历始终在塞西莉脑海中挥之不去。终于，他鼓足勇气发了条信息给西蒙。几秒钟后，西蒙回复了他。之后，他们每天都会互发信息。塞西莉也逐渐认定西蒙就是自己命中注定的那个人。西蒙一边说自己忙得抽不开身，一边又给塞西莉创造惊喜，专门乘坐私人飞机去找他。
这种忽冷忽热的落差让塞西莉招架不住，只能被牵着鼻子走。这是西蒙的第4步，也是情场高手的进阶手段——间歇性强化。就是说，如果持续稳定的满足对方，对方习惯之后内心就没有了波动，反而是随机性的奖赏，才令人感到期待和着迷。举个例子，你每天给女生送一束花，时间一长她就习惯了，因为都在意料之中，没有了惊喜。这个时候你不送了，过了几天再送，她就又开始珍惜了。我们看电视剧里的老实人都是有求必应，最后女主来了句你是个好人，但咱俩不合适。情场高手就不一样了，不是一味的顺着对方，而是张弛有度，随机性的满足。这种神秘感会让人产生浓厚的兴趣，而且意料之外的惊喜更能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释放，让人产生快感，而这恰好是成瘾的过程。一句话总结就是，他一时好一时坏，你一边哭一边爱。确定关系后，西蒙对塞西莉说自己有一笔生意要谈，但这笔生意非常危险，还给他看了一些照片和监控录像，显示有人闯入他的公寓。1个月后，意外发生了。西蒙发来保镖受伤的照片和一段语音，说敌人袭击了他们，不过多亏保镖在，现在安全了。然后告诉塞西莉，敌人正在通过信用卡消费记录来追踪他，所以他的卡暂时不能用了，需要先借用塞西莉的信用卡。塞西莉二话不说就办了张信用卡，但2.5万美元的额度对西蒙来说只是杯水车薪。很快这张卡就刷爆了。西蒙传了张收据给塞西莉，说他已经付款给信用卡公司了，但因为是跨国转账需要一段时间，然后让塞西莉再带2.5万美元现金去找他，理由是现金不会被追踪。没办法，塞西莉只好申请快速贷款。到了这里，塞西莉依然没有察觉到这是一场骗局。你可能觉得塞西莉很傻很天真，但这其实是西蒙的第5步，付出的越多，爱得越深。心理学上有个富兰克林效应，就是说那些帮助过你的人会更愿意再帮你一次，放到爱情里同样适用。我们都以为自己爱一个人是因为对方的长相、性格之类的，但其实不是，而是因为我们的陪伴、关心、思念，我们倾注的时间和心血。所谓爱，就是一个人付出的总和，付出的越多，爱得越深。所以塞西莉会觉得承担贷款压力也是付出的一部分，付出是因为爱，爱又让他更愿意付出。为了提高信用卡额度，西蒙以 LLD 公司 CEO 的身份把塞西莉加到员工列表里，开出了一张9万多的工资单，并安抚塞西莉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额度虽然提高了，但还是一次次被刷爆，这是塞西莉从未经历过的恐慌。同时他还担心西蒙出意外，只好拆东墙补西墙，从一家银行贷款还上一家银行的欠款，贷款金额也越来越多，达到25万美元。虽然塞西莉也怀疑过，甚至在网上搜索过西蒙所说的钻石家族，但网上确有其人。再加上西蒙10万火急的请求和看似合理的话术，让塞西莉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，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投入金钱。这也是西蒙的最后一步，无压力的屈从。心理学上有个登门槛效应，从没有压力的小要求开始，之后每次的要求都只提高一点点，就像上楼梯一样，每个台阶都不费力。就这样，金额从 2.5 万一直累积到25万。再加上沉没成本谬误的影响，既然已经投入了这么多感情和金钱，塞西莉不敢也不愿意往坏的方向想，只能安慰自己继续投入。塞西莉不知道的是，在他既为钱发愁又担心西蒙安全的时候，西蒙正带着新女友在米克斯诺岛旅游，他们租游艇开派对，用的正是塞西莉的钱。这场王子与公主的童话爱情故事只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。因为还不上债务，银行人员找到了塞西莉，塞西莉不得已说出了实情。银行人员看到西蒙的照片说，又是这家伙。这个时候塞西莉才知道自己被骗了，而且只是众多受骗者之一。他们告诉塞西莉，这个男人是个惯犯，根本不是什么钻石大王的儿子，家族的照片也是 P 上去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虽然因为自己的罪行，西蒙被判处15个月的监禁，但由于疫情的原因，仅服刑5个月就被释放。现在的他依然是个自由人，从发布的照片来看，他的生活还是光鲜亮丽，开着跑车，住着别墅，还有美女相伴，只是不知道这次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。聊这个故事的目的也是提醒小伙伴们，类似的感情骗局不仅仅存在于外国的社交软件上，受骗对象也不仅仅局限于年轻的女孩子，但凡有情感需求的人，他们都会趁虚而入，凡事多留心，没什么坏处。分析其中的6个心理学效应，也只是帮助大家在恋爱中更好地把控彼此的关系，所以即便你真的学会了，一定要合理运用，切忌模仿西蒙雨露均沾。